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25号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重点就当前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对普京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再次表示感谢，对俄罗斯运动员取得奖牌榜第2名的好成绩表示祝贺。普京就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和中国代表团出色表现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祝贺。双方重点就当前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普京介绍了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以及俄罗斯在乌东部地区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情况和立场，表示美国和北约长期无视俄罗斯合理安全关切，一再背弃承诺，不断向东推进军事部署，挑战了俄罗斯战略底线。俄方愿意同乌方开展高级别谈判。习近平指出，近期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急剧变化，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根据乌克兰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中方立场，要摒弃冷战思维，重视和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通过谈判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中方支持俄方同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关于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基本立场是一贯的。中方愿同国际社会各方一道，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欢迎回来。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进入第2天，据央视报道，俄军已经进入基辅，并与乌军队交火。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称，已经准备好与俄罗斯开启谈判，但乌方需要得到安全保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只要乌军放下武器，俄罗斯随时准备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而据俄新社最新报道称，俄罗斯准备派代表团就到明斯克与乌克兰举行会谈。І я залишаюсь в столиці. Моя родина також в Україні. Мої діти також в Україні. Моя сім'я не зрадники, а громадяни України. Але де вони зараз знаходяться, я сказати не маю права. За наявною у нас інформацією, ворог позначив мене як ціль номер 1, мою родину як ціль номер 2. Вони хочуть знищити Україну політично, знищивши главу держави. 另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周五，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的顾问波多利亚克发表声明称，乌方已准备好与俄罗斯开启谈判，但乌方需要得到安全保证。声明表示，乌克兰政府一直为谈判预留着空间，应该结束正在发生的战事。央视新闻在另一则的报道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五在会见乌克兰东部地区民间武装代表时表示，并非俄方不愿同乌克兰政府就安全问题开展谈判，是乌总统泽连斯基自己错失了谈判机会。另据法新社报道，拉夫罗夫周五在莫斯科的发布会上表示，如果乌克兰军队投降，莫斯科准备与基辅举行会谈。乌克兰军人在敖德萨州兹米尼岛地区放下武器投降，他们签署了拒绝参战的保证书。有观察认为，俄军此番对乌攻势体现其长期演练，除了常规的火力打击之外，俄军还综合运用网络战、信息战、心理战等多种手段。例如，普京呼吁乌克兰军人立即放下武器回家去，就是心理战，以瓦解乌军士气。不过，时事评论员朱江明认为，目前来看，俄军此次的信息战与心理战的效果不大，乌军仍保持了较强的抵抗意志。现在的情况看来，就是说，一个是，乌克兰军民并没有被这种虚张声势吓倒，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指挥和这个通联系统是没有瘫痪的，甚至乎你看乌克兰的网站都没被俄罗斯的网军成功黑掉，就是你仍旧可以去看他国防部的网站，包括说是他对外去发布信息什么的，这个都很流畅。那你在这些东西都没有成功摧毁之前，实际上很难瓦解对方的抵抗意志。乌克兰军方也同样运用了信息战模式，不时在社交媒体发布与俄军方不同的信息。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国防部还向地下黑客组织招募志愿者，协助防御乌克兰重要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军方针对俄罗斯军队开展网络攻击行动。乌总统泽连斯基则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多次发布视频和贴文，向各方喊话。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行动已经进入到了第2天，那么管先生，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特别观察呢？好的，主持人。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时间昨天清晨的这个电视讲话中呢，将对乌克兰的战事定性为特别军事行动。
那么从战事打响到现在超过30多小时的这个进程来看，俄罗斯从北、南、东3个方向海陆空3军上阵，展开了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的联合作战。那么最高动用的兵力呢，预估达到20万。那么动用了75架固定翼的轰炸机，对乌克兰发射了不少于160枚导弹。那么这其中呢，多数是中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地面呢是由坦克部队快速推动等等。美国情报部门此前向媒体公开的这个报告啊，曾经评估说，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全面进攻，那么最快呢会在48小时之内攻占首都基辅。那么现在呢，俄罗斯军队已经推进到了基辅的郊外，而且呢，今天乌克兰政府方面也在指责基辅市内已经出现俄罗斯先期渗透潜伏的武装。那么所以啊，俄军攻占乌克兰首都大概随时都会发生。那么鉴于俄罗斯压倒性的军力优势、领先军备、兵员规模和战术素养等等，那么俄军啊对乌克兰作战堪称是降维打击。俄军作战目标呢，主要是围绕乌克兰的重要城市展开。昨天呢，最激烈的战事发生在第2大城市哈尔科夫。那今天呢，交锋集中到了首都基辅。那我们从战事进程来看，尽管乌克兰政府军处于下风，尤其呢是乌克兰的制空权被全面压制，很难组织起有效抵抗和反击，但是呢，也并不是毫无还手之力，甚至啊，在局部的战场还出现了战事焦灼与反复。比如呢，昨天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遗址附近的激烈的交火。那接下来的最关键的追问呢，就在于一旦俄军攻进基辅，会爆发城市巷战吗？那么如果巷战打响，那么平民大规模的死伤可能就不可避免了。还有就是乌克兰政府军的抵抗还将会持续多久？那么这2个问题将会直接影响俄罗斯对乌战事的进程，并且呢，决定这场战事它的强度和破坏程度。乌防长和3军参谋长今天发布联合声明，声称啊，已经在大基辅地区分发18000件武器，并且呢，强调由伙伴国提供的更多的武器装备和资源陆续有来。那么乌克兰政府呢，也已经展现了抗争到底的姿态，禁止18到60岁的男性公民离境。泽连斯基他也在发推，号召本国公民要拿起武器，聚集到城市广场来准备抵抗。那么您对于这2个追问如何预判？俄这场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将会持续多久呢？判断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将会持续多久，实际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我们可以明确的是，乌克兰将会不可避免地沦为这场战事的最大的受害者，沦为大国激烈博弈和安全对峙的最大的牺牲品。乌克兰它作为主权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必然会遭到重创，面临着严重的难民与人道危机。乌克兰此前它寻求西向的这个发展，寻求加入北约阵营，是为国家的安全。但是呢，非常吊诡的是，按照一些个国际观察家的悲观的分析，那么如果过去乌克兰是在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做选择，那么现在只剩下在俄罗斯和国家毁灭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悲惨选择。那么这是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的残酷现实。泽连斯基就哀叹说，乌克兰现在被彻底孤立了，等不来北约的援兵。那么他会后悔之前的国家路线选择吗？放到更长的一个时段来看，30年前立国之初，乌克兰交出存在该国的这些个战略核武器，也等于是交出了自身命运的国家控制权吗？那么更加吊诡的一点是，对于这一场2战之后欧洲最大规模战事的发起方，恐怕呢也很难言胜。那可以预料的是，俄罗斯将会面临更加紧张也更具有对抗性的安全格局和外部环境。俄打响对乌战事后，美国也联合西方国家对俄展开一系列严厉制裁。那么您觉得这会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战略选择？俄又将面临怎样的安全格局与外部环境呢？俄罗斯对乌作战影响和冲击当然不止于乌克兰这个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那么俄罗斯显然要以这个行动来强硬回击美西方的战略挤压，进而呢来全面重塑欧洲的安全格局和自身的安全环境。且不说这个结束战争的难度，也要远远高于打响战争。那么即使未来乌克兰真的成为缓冲区、中立化乃至非军事化国家改造的
这个战略目标达成，那么俄罗斯它的外部环境就真的更加安全了吗？恐怕呢，我们很难以得出这一预判。那么至少从美西方它的及时反应来看，对自身安全防务和战略博弈的对抗将会持续的强化。那么俄罗斯此前提出的寻求安全保证的目标，恐怕也很难达成。甚至呢，在美西方看来，现在重回谈判桌都会被视为自身的战略失败。而就乌克兰周边一系列的东欧国家以及波罗的海国家来说呢，他们对自身安全的关切势必会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会有更强的动力来拥抱包括美国战略武器在内的外部军力的这种进驻。那么请注意，这些国家他们几乎都是北约的正式成员国。美国已经宣布要在罗马尼亚追加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那么，如果美式战略武器进入到波罗的海三国呢？此外，美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也势必会长期化。那么，尤其是在能源领域的这种战略博弈将会更加的尤其的激烈。那么，俄罗斯它如何来拓展经济空间，来为这种战略博弈提供持久的助力啊，同样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事实上呢，过去10几年来，俄罗斯经济长期保持微增长，甚至是负增长。俄罗斯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位置，它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那么，俄罗斯未来经济发展实际上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好的，谢谢关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及欧盟等相继对乌克兰局势表态。美总统拜登周四称，美俄两国关系已经完全破裂，并公布了新一轮制裁措施。不过，他也重申，美军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参与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就表示，西方已经完全放弃了乌克兰。Putin is the aggressor. Putin chose this war, and now he and his country will bear the consequences. 实施新一轮严厉制裁，包括冻结俄罗斯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限制俄罗斯使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做生意的能力等。拜登称，一系列制裁措施将切断俄罗斯1半以上的高科技进口产品和技术。关于是否就禁止俄罗斯使用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一事，拜登表示，我们实施的制裁超过了使用 SWIFT。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在讲话中重申，美军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参与俄乌冲突。美军去欧洲不是为了乌克兰作战，而是为了保护北约盟国。他说，美国将全力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对外透露称，在拜登的指示下，防长奥斯汀已下令向欧洲增派约7000名军人，包括一个装甲旅级战斗队，他们将被部署到德国，以保证北约盟国的安全。预计相关部队将在未来几天内出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四也表示，乌克兰境内没有北约作战部队，也没有部署计划和意图。面对美西方的表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就无奈表示，西方已经完全放弃了乌克兰。泽连斯基说，已向27个欧洲国家领导人询问乌克兰是否能加入北约，但均未得到答复。Я запитав сьогодні у 27 лідерів Європи, чи буде Україна в НАТО. Запитав прямо. Всі бояться, не відповідають. 他可能会看到了这个北约和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是这个口惠实质没有这个进行实质上的军事援助。第二个部分呢，我觉得也是因为随着这个冲突发生的这个阶段呢，这个也是为了能够降低或者缓和跟俄罗斯的这种目前紧张的局势为这个下一步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和谈也好，或者降低这个冲突程度也好，打下一个基础。拜登宣布对俄追加制裁前，与7国集团其他领导人召开视频会，承诺互相协调，以对俄施加严厉经济制裁。英国方面周四宣布新一轮针对俄经济和金融制裁。作为回应，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周五发布消息，决定针对英国飞机关闭领空，包括过境。周五，日本也宣布在周三的基础上对俄实施追加制裁。对此，俄罗斯驻日大使加卢金回应称，俄方将采取重大反制裁措施，并称日方态度将损害两国关系以及对南千岛群岛问题的解决产生影响。
另据法新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表声明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周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一次通话，这是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以来，普京与西方领导人之间的首次公开接触。不过，就在此次通电话后不久，马克龙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紧急峰会后，指责普京欺诈，称自己和其他欧洲领导人在俄发起行动前几小时仍在与普京讨论明斯克协议的执行细节。马克龙表示，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3亿欧元援助以及一些军事装备，并称在欧盟制裁俄罗斯之后，法国将对俄罗斯特定人物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将于晚些时候宣布。斡旋的余地呢，总会是有的哈。这一个呢，要看俄罗斯的这个反应和继续的行动，是不是有没有斡旋的空间，这是第一个。如果没有斡旋的话呢，大家都去拱火，都去那个添油加醋，使得这个事态会更加的发展的更加冲突更加的严重，冲突更加的严峻啊。所以呢，这个斡旋总归还是有它的这个好处啊，有它的用处。在乌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的情况也牵动各方关注。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微信公众号发布通知，确认将分批包机接返在乌中国公民，及时开始人员登记。通知说，搭乘包机根据自愿原则，包机派出时间根据飞行安全情况确定，届时将提前通知。登记人员需持有中国护照或旅行证，含香港特区护照、澳门特区护照和台胞证；无护照人员需持有国内身份证。我驻乌大使馆还提醒在乌中国公民最好待在家里，且远离窗户和玻璃。在周五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西方制裁俄罗斯一事提问，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制裁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有效途径，只会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民生带来严重困难，最终损人害己。希望有关方面认真思考，还是要努力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香港第5波疫情形势严峻，单日确诊首次破万，新增病亡47例，其中约90%没有接种疫苗。国家卫健委和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召开视频会议，中央为香港抗击疫情提供经验指导和人力物资支援，方舱医院建设快速推进。在香港市民的菜篮子方面，在内地竭尽全力的保障下，生鲜供应基本稳定。但新的困难又来了，唯一处理内地生猪的屠宰场因大批工人染疫，从明天起暂时停工。特区政府设法增加冷冻肉品供应，以满足市场需求，并正与内地协商派出屠宰师傅赴香港支援。周五，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公布，香港单日新增确诊首次破万，为10010宗。此外，前一天报送的核酸初步阳性患者将近22000宗，形势严峻。同时，香港新增47宗死亡个案，包括27男20女，年龄在9岁至100岁之间。值得指出的是，病亡的47人中有42人没有接种疫苗，有41名是老年人。当天，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局长焦雅辉举行视频会议，国家卫健委多位官员及专家，以及在港的内地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香港特区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和多位香港专家一同出席会议。陈肇始表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已公布一套整体稳控疫情的行动，治疗新冠肺炎患者是当中的重要环节。通过中央在抗疫经验上的指导和人力物资的支援，特区政府强化了治疗能力，有助减少重症及死亡个案。香港和内地的专家一直在医疗方面紧密合作。过去数天，内地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在港实地考察，深入了解香港现时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实际情况。特区政府将会根据专家提供的意见跟进建议，以进一步优化治疗方面的工作。目前，香港核酸检测能力承压严重，检测结果大幅滞后。特区政府周五发布新规，经快速检测套装或检测中心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无需再经卫生署复核，直接被视为确诊。此举可以每天减少复核最多1000个样本。有检测承办商认为，流程优化后可以加速出结果。衛生署去做復檢，其實有幾個原因啦。其實最大嘅希望避免就係捉錯人㗎嘛。嘅意思就可能係我哋有實驗室污染啊，或者可能我哋啲樣本交叉污染到對方啊咁。周五發表公報表示，截至周四，本輪疫情以來共發現202名確診在囚人士及135名快速測試呈初步陽性的在囚人士，因此決定延長暫停親友探訪服務的安排至3月6號。香港《星島日報》報道稱，確診病例主要集中在荔枝角收押所及赤柱監獄。署方上周全面推進病毒檢測，追查出多條傳播鏈條。
第5轮疫情形势严峻，香港的作伪罪。港媒报道称，涉嫌违法的贴文包括呼吁不要接种新冠疫苗，并让接种过疫苗的人尽可能夸张地扮演副作用，还抹黑称推行健康码是要监控隐私。此外，还包括煽动黑暴等内容。香港警方提醒市民务必认清事实，不要被失实及歪曲的信息煽动。在香港第5波疫情持续蔓延，确诊人数持续增加，单日病例首度破万。那么，香港最新情况是怎么样的？来连线深圳卫视驻港记者罗代娇。代娇你好，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香港疫情形势现在是怎么样的？那么你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吗？陈倩你好，香港今天新增10006宗本地确诊个案，再创疫情以来的新纪录。全日呈报个案呢超过21000宗。不过，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今天在记者会表示，很多呈报的样本还没有送到特区政府化验所，所以预料有几千样本未能马上检测，而未能确诊的样本超过1到2万。那比如今天呢，我所住的大厦物业贴出公告说，楼下的一家快餐店周二有2例初步确诊。通告表示呢，本中心已及时于各公众地方进行喷雾消毒工作。那我午饭时间经过时呢，就看到这家快餐店仍在营业。那作为呢居住在这栋大厦的居民来说，那我个人是非常希望安全起见，出现阳性个案的地方呢都能够进行彻底的消毒，并停业数日再次开放。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到香港特区政府前新闻統籌專員馮偉光先生帶來他對香港戰役的最新觀察。喺抗疫嘅時候咧，我哋最寶貴嘅係信心，最重要係團結，最迫切嘅迫切嘅係行動。第一就係個財富嘅歧義，我哋嘅財政預算案咧，發覺咧雖然喺2021年嘅疫情之下咧，香港嘅薪俸稅即係個人所得稅係收多咗嘅，即係話咧，因為有啲行業，譬如金融行業咧，佢喺2021年嘅疫情之下咧，仍然係好勁嘅。但係相對我哋普論美容業、健身業、酒吧業，要最近嘅理髮業，佢哋經常被關停咧，手停口停。呢種咁樣嘅財富收入嘅差異咧，係好容易會引起咧呢一個社會嘅一啲怨憤嘅。第二個咧就係呢一個檢測嘅快慢。而家咧香港好多市民咧係要有檢測核酸啊陰性咧先至返到工嘅。譬如你喺護老院工作，因為你要接觸好多長者。但係問題咧，而家政府嘅免費檢測咧就係要7日甚至10日先出到嚟。呢個好顯然咧就係我哋嗰個檢測即係個 testing 個能力咧係不足。咁特區政府可能要想啲辦法，譬如係咪真係援請中央政府或者內地嘅實驗室幫手咧？因為如果唔係咁樣咧，我哋唔能夠盡快加快咧，係會對小市民嘅生計咧係受影響嘅。我自己嘅經驗咧就係我俾240蚊港幣咧就可以昨天早上檢測，今天2點鐘有結果，即係都要等1天半。但係240蚊係咩概念啊？一般市民180蚊咧係足夠食一日3餐，就係240蚊喎，遠高於你每一日食3餐嘅標準喎。對小市民嚟講影響好大，所以我哋檢測嗰個速度要提升。呢個咧就係我對而家今日對呢個時局嘅一啲分析。好，今日講到呢度先。相關話題來連線特約評論員劉和平。劉先生您好，對於連日來香港日益嚴峻的防疫抗疫形勢，那麼您有什麼樣的觀察與思考嗎？我個人認為，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顯然是跟香港上上下下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沒有擺正防御抗疫心態，尤其是存在着嚴重的僥倖心理不無關係。第一個僥倖心理就是受西方防御抗疫觀念的影響，以為這個病毒，尤其是新出現的奧密克戎病毒，只不過是一個大號的流感，咬牙挺一挺也就過去了。對此我們也不需要再講什麼大道理，只要用香港自身的事實與數字就可以說明問題了。不到750萬人口的香港，單日新增確診個案和死亡人數逐日攀升。專家還預計，按照這種態勢發展下去，隨着感染個案呈現幾何級數的增長，每天新增死亡數字
很快就会突破100例。这些数字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奥密克戎病毒绝对不是普通的流感，不是躺平就可以轻松实现群体免疫的，它是要付出巨大的医疗成本与民众生命健康代价的。第二个侥幸心理是，打不打疫苗没有多大关系，感染了之后咬牙扛一扛也就过去了。根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的统计数据，第5波疫情发展至今，没接种疫苗的人的病死率是0.54%，已接种疫苗的则是0.03%，前者是后者的18倍。这些都说明接种疫苗是降低病死率的最为有效的手段。第三个侥幸心理是，以为感染后的死亡者都是老弱病残，跟自己没有多大关系。事实上，在香港这些天来出现的感染死亡个案当中，有不少都是60岁以下的，甚至还有好几个是少年儿童。更何况，在一个文明社会当中，生命没有贵贱之分，所有生命一律平等。越是老弱病残者，越是需要我们加倍呵护。明白了这几点，我们就可以知道，香港执行严格的防御抗疫政策，并不仅仅是为了防止疫情向内地倒灌与蔓延，更不是中央政府在为难香港，强行要求香港这样做，而是香港自身有着实在且迫切的需要。因为疫情失控的代价，最终是要由所有香港市民来承受的，而且无论是在哪种制度环境下，生命都是至高无上的，都应该把民众的健康与生命安全看得高于一切。那么您认为，面对来势汹汹的第5波疫情，香港上上下下又应该怎样做呢？我还是认为思想与观念决定一个人的行动。香港要打赢这场艰苦卓绝的防御抗疫战，还是得先解决几个心理和认知上的问题，否则以这种心不甘情不愿的被动心态去投入到这场防御抗疫战，不仅会劳民伤财，而且会误人误己。首先，香港上上下下，尤其是特区政府，应该正确对待防御抗疫中的主体责任问题，认清楚什么才是主体责任，为什么要承担起主体责任。不久前，中央政府曾经在指示中特别要求特区政府必须切实承担起防御抗疫的主体责任。这并不是中央要把责任压给香港特区政府，更不意味着中央政府以及内地相关省市不会帮助香港。事实上，中央政府以及内地不遗余力的支持，恰恰是香港打赢这场防御抗疫战最为重要的资本之一。但是俗话说得好，天助自助者，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外因只是辅助性的作用。假如香港自身没有主体责任意识，不知道紧张起来，那内地给予的帮助再大也是无济于事的。要知道，近年来内地相关省市之所以能够在疫情刚刚冒起的时候就能够把疫情扑灭在萌芽状态，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各地的地方官承担起了守土有责的重任，否则的话，稍有松懈，头上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那么其次，为打赢这场防御抗疫战，香港上上下下，尤其是全体香港市民，必须要有做出必要的牺牲与付出必要的代价的心理准备。要知道，2020年武汉以及整个内地之所以能够以极快的速度扑灭这场疫情，武汉市甚至是全国，那是付出了让整体经济与社会生活陷入长达20多天的休克代价的。香港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不一定要通过严厉的封城措施来防御抗疫，但是相应的代价肯定是少不了的，包括在短暂的时间内让经济活动陷入半停滞状态，以换取未来经济更好的发展，也包括全体香港市民要在短暂的时间内暂时限制与牺牲个人的自由，以换取自己的健康与生命安全。
第三是香港上上下下，尤其是特区政府各级官员要有承担精神。只要认准了对香港有利、对防御抗御、对保障民众生命健康安全有利的事情，就要大胆的去做，不要患得患失，前怕狼后怕虎，担心舆论与社会上的批评声浪。那么在解决了心理与认知问题，端正了心态之后，接下来就是如何做的问题了。这就需要特区政府上上下下各级官员雷厉风行，拿出霹雳手段来行菩萨心肠。要知道，今天的香港离疫情彻底失控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这个时候还不拿出一些非常规的手段，还突破一些所谓的两制障碍，那将来就后悔都来不及了。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香港疫情形势复杂严峻，周四，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根据紧急法订立规例，为特区政府推行中央支援的防疫抗疫措施提供了法律基础。新规例之下，内地医护人员、抗疫物资等都将顺利来到香港，让内地援港的抗疫措施发挥最大作用，为援助香港抗击疫情，广东省、深圳市都在集结爱心力量，全力支援香港抗疫。根据香港医管局的预判，新冠疫情在香港仍在发展中，远未到达拐点。香港即将在3月推行全民强制检测，市民需进行3次核酸检测。而现在，香港本地单日检测能力只有10万到15万次。作为一个拥有750万人口的城市，香港要实施全民检测，单靠自身的检测能力远远不够。香港特区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据他了解，特区政府应已与广东省政府达成一致，很快广东省或将派上千名检测人员来香港，帮助实施全民核酸检测。中央支援香港的医护团队需要以1000人为单位的大规模团队，才有望解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特区政府周四根据紧急法订立规例，为内地援港抗疫扫清了障碍。规例出台后，香港医疗人员总工会、医疗专家和立法会议员在内的各界都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拆墙松绑。周三，莲花清瘟胶囊生产厂家以岭药业就通过广东省钟南山医学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机构捐赠价值约1680万港元的防疫物资，包括莲花清瘟胶囊在内的20万盒药品等。这些物资由负责统筹内地醫療物資的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負責接收。短期裏面有短缺嘅時候咧，國家亦都好慷慨捐出一啲，咁我哋就將呢啲物資咧係整合，然後咧就係分發俾不同嘅部門，因為呢啲係藥嚟嘅，咁所以據我了解咧就係衛生署係會將佢用於咧係作治療用途，咁因此係必須要譬如話中醫嘅處方啊等等。如果喺有剩餘或者係有能力嘅時候，或者有增加其他需求嘅時候咧，我哋當然係樂意係即係進一步同一個更廣泛嘅民眾去分享啦。咁呢個亦都係即係中央俾我哋嘅心意。據拱北海關周四透露，他們對援港抗疫物資通關設置工作專班，開闢綠色通道和24小時服務熱線。20輛裝載124套活動房屋的貨車，已於周三陸續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快速通關赴港。另外，從廣東中山市黃埔港碼頭火速出發的首批活動房屋，也在周三凌晨4時經中山港海關第一時間開通的綠色通道，於當天中午抵達香港青衣，投入建設方艙醫院。值得注意的是，正同步建設的方艙醫院內部設施當中，大部分病床是由深圳坪山的一家企業製造供應。該企業在接到緊急生產任務後，立即啟動緊急生產流程，加足馬力，星夜趕工，短短的1周時間，已緊急趕製出4000張病床。那這一次供港的物資基本上是以基礎的單搖、雙搖、3搖床為主，所以我們基本上是把所有產線的能量集中調度到生產這3款產品，以保障香港方艙醫院的順利建設。截至周四，該企業生產的4000多張病床已經分3批緊急發往香港，即將在香港竹篙灣和啟德碼頭社區隔離治療設施中投入使用。此外，為保障供港物資運輸的穩定有序，深圳在各區建立了13個深港跨境貨物車輛集中管控中心項目，作為跨境運輸的綜合接駁點。周五上午10點，深圳一家醫療企業將當天供港的 N95 口罩裝車運往華南物流園。防疫物資捐贈儀式，捐贈抗疫款物總價值超2100萬元，包含健康包、消毒機器人、水果、礦泉水等。市慈善會向捐贈的愛心企業頒發捐贈證書。
即将前往北京出席全国两会、正在深圳进行隔离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議員陳勇，也表達了對中央、對內地全力支援香港抗疫的感謝。好多香港嘅市民同埋選民咧，委託我哋要去到北京，向習主席、向國家領導人同埋向中央、向內地人民咧，表達我哋香港嘅感謝。香港有難嘅時候咧，全國支援，就等於之前武漢遇到疫情嘅時候，我哋香港都全力支援，大家同係中國人。